有缘人，老话说得好，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冬至的来临，意味着过年马上要到来了。这不仅是季节的转换，更是宇宙能量在自然界中的一次重要调整，天地阴阳在此时达到平衡，迎来新的能量循环。对于冬至的习俗，有一些农村有点不一样的讲究。这些习俗不仅源于传统文化，更与宇宙能量的流动密切相关。通过遵循这些习惯，人们希望与自然的能量和谐共振，提升自身的运势和健康。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比如冬至到来，有一些菜不能上桌，吃了会不吉利，破坏财运。这些禁忌反映了人们对宇宙能量的敏感，通过避免特定的食物，人们试图保持自身能量的纯净，避免负面能量的干扰。能刷到这个影片的人，预示着你的好运即将到来，全家都将摆脱困境。这句话不仅是一种祝福，更是一种能量传递，借助宇宙的正能量，带来好运与和谐。明天就是你好日子的开始，快来点赞接财神，给师傅一个感应，让这份财运和健康更加巩固。通过这种互动，人与宇宙能量形成共振，增强自身的正能量场。有福之人评论一句：借财借好运，愿你四季平安，财运绵长，家运兴旺，坏事霉运一直远离你。这种祝福不仅是心愿的表达，也是能量的传递，借助宇宙的力量，祈愿美好。冬至是24节气中的第21节气，也是冬天的第4个节气。冬至作为阴阳转换的重要节点，标志着阴气的积聚和阳气的回升，宇宙能量在此时发生显著变化。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白昼最短，夜最漫长，象征着阴气的急升和阳气的开始回升。这一自然现象反映了宇宙能量的周期性运动，阴阳在此时达到一个重要的平衡点。过了这一天，白昼逐渐变长，象征着希望与新生，一切都会慢慢变得更加光明和温暖。宇宙能量随着白昼的延长而逐步增强，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对人们来说，冬至不仅是自然节令的变化，更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象征着寒冬过后的春暖花开。在传统文化中，冬至一直被视为重要的节日之一。民间习俗丰富多彩，很多地方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祖活动，表达对先祖的敬意与感恩之情。祭祖的习俗在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通过祭祀祈求祖先的庇佑，也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事业顺利。此外，冬至还是一个重要的饮食节日，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味和传统食品。许多地方的人们在冬至时会吃饺子，象征着团圆和幸福。在南方一些地方，人们则习惯吃汤圆，寓意着家庭的团聚和温馨。而在一些地方，冬至吃羊肉也是一种传统，寓意着驱寒保暖，增强体质。然而，除了这些吉祥的食物外，冬至的饮食文化中也有一些禁忌。这些禁忌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宇宙能量理解的一部分。通过选择合适的食物，人们希望调整自身的能量状态，与宇宙的正能量同步。5种不吉菜不能上桌，吃了明年注定坎坷一整年。第1种，上过坟的菜。上坟时的菜一般是供奉给祖先的祭品，传统习俗上，祭品是用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怀念，而不是用来供给自己食用的。上坟时供奉的菜肴是象征性的供给已故亲人，
吃这些食物可能被认为是不敬的行为。人们相信，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或不吉利的事情。这种观念反映了对宇宙能量的敬畏，避免干扰先人的能量场。这些菜肴经过祭祀仪式，已经被神圣化或献祭过，按传统习惯，它们是为先人准备的，不适合自己食用。吃了可能被认为是拿先人的贡品来消耗，不符合礼节。在一些地方，人们认为吃上文的菜会带来破财、灾祸等不吉利的事情，认为祭品应该保持完整，吃掉它可能会让自己遭遇不幸。这类观念通常基于民间的传统迷信，有些人可能认为吃掉祭品会失去先人的庇佑，或者破坏了与先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吃了祭品后可能会遭遇财运不佳等负面影响。虽然这些都是民间传统和迷信，但对许多人来说，遵守这些习俗和忌讳依然是一种对祖先的尊重和纪念。总的来说，上坟时的菜肴最好还是不食用，以示对已故亲人的尊敬，避免触犯一些传统忌讳。如果不清楚当地的习俗，可以参考家族或地方的传统做法。第二种，青菜豆腐汤。在一些地方的习俗中，冬至吃青菜豆腐汤被认为可能会影响财运、健康等方面。这背后的原因与这些食物本身的清淡属性以及与节日气氛的不匹配有关。冬至是一个象征着阴阳交替、万物复苏的节日，人们习惯在这一天食用丰盈的食物，寄托着希望和好运的祈愿。与其说冬至是一个重视丰盛与吉祥的节日，吃清淡的青菜豆腐汤似乎有些不符合节日的氛围。此外，这类食物常常被视为平凡和普通，青菜和豆腐本身的质朴容易让人联想到简朴的生活，而不是大吉大利的年景。冬至作为一个重要的节令，象征着进入冬天的最寒冷时刻。人们通常希望通过节日的饮食来增强气运，迎接更加充盈和旺盛的一年。而青菜豆腐汤的简素感觉，可能让人觉得它缺乏迎接新一年的好运和生气。甚至单从这道菜的颜色来看，也能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太吉利的象征。青菜豆腐汤的颜色以绿色和白色为主，给人一种贫穷和苍白的感觉，这在一些传统观念中可能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回想古时候，穷苦人家往往食用这种简单廉价的食物，因此人们逐渐将青菜豆腐汤与贫困相联系，认为它象征着低迷和无望。更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如果在冬至吃了青菜豆腐汤，来年可能会打水漂，意味着财运和事业上的不顺，甚至连健康都可能受到影响。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在某些地方它还是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禁忌。谁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平安顺遂，谁愿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份贫穷或困顿的预兆呢？因此，许多地方的习俗建议冬至这一天最好避免做青菜豆腐汤，尤其是在家庭聚餐时，选择更加富贵吉祥的菜肴，比如饺子、汤圆或是一些寓意吉利的肉类菜肴，以确保来年的运势能够如意顺畅。当然，这些习俗和说法或许更偏向民间信仰和文化传承，但它们反映了人们对于节日气氛和未来期许的深厚情感，以及对宇宙能量变化的敏锐感知。第三种，苦瓜。苦瓜的苦味在许多文化中被视为一种不吉利的象征。冬至是一个标志着阳气回升、冬天开始转暖的节气，人们希望在这一天吃些温暖和吉祥的食物，以增强运势，
迎接新的一年。如果吃了苦瓜这种带有苦味的食物，可能会被认为是迎接新年时不吉利的信号，象征着一年的生活可能充满困难、痛苦或不顺。在传统观念中，节日食物通常应该是美味、丰盈的，带有甜美和圆满的象征，而苦则与这些正面寓意相对立，因此被认为不适合在冬至这样的节日食用。在中国的文化里，苦字往往有负面的含义，象征着困难、挫折、痛苦等。例如，人们会说苦日子过得苦等，意味着不顺利或艰辛。冬至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节日，人们希望这一天的食物能够带来好运和祝福，因此避免选择苦的食物。苦瓜属于寒性食物，在中医理论中，寒性食物在冬季吃过多，可能会影响体内阳气的平衡。冬至时，阳气开始回升，寒冷的天气和环境容易消耗人体的阳气，因此传统上建议人们在这时吃一些温性食物，如羊肉、鸡肉等，以帮助温补体内的阳气。而苦瓜作为寒性食物，在这个时节吃，可能会被认为不利于身体健康，尤其是不适合寒冷的冬季。冬至不吃苦瓜的禁忌与它的苦味、寒性以及与节气不匹配等因素相关。吃苦瓜可能被认为会带来不顺、困难或者影响健康，因此在传统习俗中，人们避免在这一天食用苦瓜。这种禁忌不仅是对食物属性的考量，更是对宇宙能量流动的尊重。通过选择适合的食物，人们希望与自然能量保持和谐，增强自身的正能量。第四种，霉豆腐。霉豆腐的名字中带有霉字，这在传统文化中往往和不顺利、倒霉等负面含义联系在一起。冬至作为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节气，代表着阴阳交替和阳气回升。人们通常希望通过食物来祈愿好运、驱赶晦气，而霉字无论是从音韵还是寓意上，都让人产生与不顺、厄运相关的联想。在这样一个充满期待和新生气息的节日里，食物的象征意义尤为重要。霉豆腐作为一种发酵食品，它的名字和性质似乎与节日的氛围格格不入，容易让人觉得它带来的是不吉利的暗示。霉子本身在民间常常与霉运相挂钩，尤其是在节庆日，人们更加注重避讳带有负面象征的食物和用语。冬至作为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寄托了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美好祝愿和期望，食物的讲究也与此相契合。霉豆腐作为一种发酵类食品，口感独特，常常被用作小菜或佐餐，但它偏寒凉的特性和清淡的味道也让它在冬至这样的节气中显得不够温暖滋补，可能被认为不适合在这样一个重视养生与营运的节日食用。霉豆腐的另一个名字是腐乳，其中的腐字同样容易让人联想到腐烂、败坏等不吉利的形象。在春节、元旦等喜庆节日里，人们通常会避免食用带有腐或霉字的食品或食用相关词汇，生怕不小心带来不好的运势。这种饮食选择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遵循，更是对宇宙能量变化的敏感反应。通过选择吉祥的食物，人们希望与宇宙的正能量同步，迎接新一年的好运。对于冬至这样一个象征着阳气回升、寒冬过后的新生节气来说，选择食物时讲究的正是温暖滋补和吉祥，以顺应节气的变化。而霉豆腐在这个时刻被摆上餐桌，或许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担心它会影响来年的运势。另外，霉豆腐名字中带有霉字，也给人一种剩菜腐败的印象，仿佛它象征着过期不新鲜，
甚至有些许的负面色彩。这样的食物在节庆日食用，容易让人产生倒霉的联想，仿佛是在吃霉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食物的名字和外形往往能影响人的情绪和预期。如果一桌丰盛的冬至饭菜上突然出现霉豆腐，大家可能不自觉地会觉得这道菜带来的是不吉利的预兆。因此，虽然霉豆腐在日常生活中是道常见的小菜，味道独特，深受一些人喜爱，但放在冬至这样的节日餐桌上，的确不太合适。冬至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食物的选择需要更符合节日的氛围和象征意义。如果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食用霉豆腐，可能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不顺和不吉利的运势，甚至给家人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担忧。为了迎接新的一年，还是选择一些更符合冬至象征意义的食物，可能会更能激发积极的心态和好运的气场。第5种，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在冬至这天被认为不宜食用的习俗，主要源于其名字、食材的象征意义以及传统民俗的理解。首先，梅菜和梅财这2个词的发音相似，这使得梅菜扣肉在某些地方被视为会带来财运不顺。人们希望在冬至这一天通过食物的选择来迎接好运和顺利，而梅菜的寓意可能会让大家担心会影响来年的财运。除此之外，扣子在传统文化中的寓意也影响了这道菜的禁忌。在一些地方，扣子与扣押或手押有联系，象征着被束缚、不自由。这种象征意义与冬至希望迎接自由与顺利的宇宙能量不符，因此梅菜扣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选择。冬至作为一个象征阳气回升、万象更新的节气，人们通常希望通过食物来祈愿新的一年中能够顺利、自如、事业有成。而扣字带来的压抑感和束缚感，可能会被认为不利于迎接新年的好运和顺利发展。因此，梅菜扣肉这种食物的名字和寓意，可能让人觉得它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另外，猪肉作为梅菜扣肉的主料之一，在某些地区的民间习俗中，往往被视为不太吉利的食物。尤其是在一些宗教或文化背景下，猪肉被认为象征着低贱、脏污和不洁。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猪肉作为常见食材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负面含义，但在一些传统文化中，猪肉仍然代表着一些不吉利的象征。在冬至这个重要的节气，许多人会选择更符合节日气氛和吉祥寓意的食物，而猪肉在某些地方被视为不适合在这个节气食用。这不仅是对食物本身属性的考量，更是对宇宙能量流动的尊重。通过选择合适的食物，人们希望与自然的正能量同步，迎接新一年的好运。综上所述，梅菜扣肉这道菜在冬至时不宜食用的传统习俗，涉及到梅菜与梅财的发音相近、食材的象征意义以及扣字带来的压抑感。冬至作为辞旧迎新的日子，代表着新的开始和更好的运势，因此大家会选择那些象征丰盈、顺利和吉祥的食物，以期在新的一年中好运连连、万事如意。如果要遵循这些传统禁忌，最好在冬至时避免食用梅菜扣肉，选择更符合节日寓意的菜肴。通过遵循这些习俗，人们不仅是在传承文化，更是在与宇宙能量保持和谐，通过饮食的选择调整自身的能量状态，迎接新一年的美好与顺利。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
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